我是出生在80年代，早就过了不惑之年了。记忆中最清晰的片段就是小的时候，每到秋冬时节，天冷了，叶子黄了，落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冬储大白菜。据说60、70年代也是这个样子，我不是很清楚，只是听父母讲述过，曾经还有过吃不饱饭的日子。那个时候真不一定能有那么多白菜可以冬储。在北京，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一到入冬，白菜收获的时候，就像是过节一样，到处都是搬运白菜的车辆和人群，空气中也弥漫着白菜的味道。如果你生在北方，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肯定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很小的时候，人们在运送白菜的时候，都是用小推车、板车、三轮车这些人力车，偶尔也有一些牛车，还有马车。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拖拉机和农用小货车，再后来就有货车和大卡车了。那些车运着堆积如山的白菜，同时也见证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我并没有经历过那些严重缺衣少食的年代，记忆中一直都是能吃饱穿暖的。但要说那个时候能吃得多好，也确实没有。冬天最主要的菜就是萝卜和白菜，家里种出来的挂着白霜的老冬瓜都是要当成改善伙食的细菜来省着吃的。那个时候还会用自家种的黄豆去换上一车豆腐，为了便于储存，大部分的豆腐都会切块，放在户外通风避雨的地方做成冻豆腐。冻好后和白菜粉条一起炖上一大锅，热乎乎的，全家坐在一起吃，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幸福，还有对未来的憧憬。白菜太多了，就会拿一些继承酸菜，用酸菜做出来的菜味道更加浓郁鲜香。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炖上现杀的猪肉，加到粉条白菜里，那可真是绝顶的美味了。即便是衣食无忧的今天，血脂和胆固醇都偏高了，也还会时不时的想吃上一顿。我猜一定是那个时候喜欢的味道被深深地刻进了骨子里。今天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土豆、洋葱才应该是更好的冬储蔬菜。我也在想，当年为什么没有冬储土豆、洋葱的呢？我不知道答案，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人种植土豆、洋葱。后来即便有了，规模也不及萝卜、白菜。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原产地的影响呢？不过从我后来的实践来看，我也确实没有一次能够在冬天让土豆和洋葱的储存时间超过萝卜白菜的。小的时候家里都会挖上一个很大的地窖，把萝卜白菜放在地窖里保存。白菜要想放得久，是需要晾晒些日子，去掉表层的水分的。一般看到叶子晒蔫了，干湿程度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如果白菜的量很多，家里的地窖通常是放不下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剩下的白菜找个遮风避雨的又离房子近的地方，用木板垫高堆积起来。摆放的时候让白菜的头部向里，根部朝外，紧紧地挨在一起，上面还会盖上草席和棉被这些东西，既能透气又可以保温，防止白菜冻坏。天气好的时候还需要时不时地把遮盖的东西揭开晾一下，通风透气，散发水分。隔段时间还要翻一翻，把腐烂的叶子扒掉一些，这样能很大程度上增加保存的时间。我现在所使用的保存方法也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琢磨出来的。我在房前的门廊下用长条凳垫高，铺上硬纸板，把白菜头对头堆叠起来，上面盖上被子保暖。我的白菜数量并不是很多，今年春节来的也早，放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应该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其实不管怎么妥善的保存，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菜的表层还是会慢慢变黄变干，甚至是产生部分腐烂的。如果是变黄变干，可以不用管它，吃的时候扒掉这些表层的叶子就好了。如果产生了腐烂，那就要及时把腐烂的叶子扒下来，清理干净，避免腐烂的传播。不管怎样，在曾经那个盛行冬储大白菜的年代，这些白菜是要吃一整个冬天的，也是北方冬天的一个最主要的维生素的获取来源。90年代的时候，大家手里的钱多了起来，冬天也有地方能买到更多的菜了，冬储大白菜慢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不过在我的家乡，人们还是会选择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囤上一些，只不过数量是越来越少的。到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就看不到那么多大白菜了，也没什么人真的去冬储白菜了。原因倒是也很简单，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
超市和菜市场里随时都能买到各种各样的蔬菜，白菜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如果非想要白菜，那也是春夏秋冬四季都有，各式各样的。冬天有适合冬储的，夏天有耐热的品种，还有更好吃的各种娃娃菜。冬天放假回家的时候，家里还会象征性地囤上一些白菜，这时候往往也就是10颗左右。与其说是囤菜，不如说是习惯，还有对过往的回忆和留恋。父母会用这些白菜给我们包饺子，白菜猪肉馅的饺子蘸上蒜醋汁儿，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气氛就出来了。还有粉条白菜炖排骨，或者铁锅猛火爆炒出来的散发着特殊香味的炝炒大白菜，一道道简单朴素的家常菜就足以胜过万千的美味佳肴了。后来我自己工作了，虽然还是喜欢大白菜，但却很少会想起买它了。一般就是准备涮火锅的时候买上1颗，或者是遇到非常新鲜的买回来做个凉菜，炝拌白菜心儿。还有就是用娃娃菜、皮蛋和火腿做上个上汤娃娃菜。说实话，喜欢归喜欢，这个时候白菜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不知道是自己挑剔了，还是因为人们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白菜的品质和口感下降了。可能是两者都有吧。再后来到了美国，大白菜成了稀罕物，美国超市很多都没有卖，即便有，价格也是很高。对比起来，一时还真有点不适应。那种感觉就像是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椒菜。我猜美国人应该是不怎么吃白菜的，所以也没有大量种植。当然有华人超市和韩国店的地方，大白菜还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价格也不算高。不过怎么说呢，这些白菜还是不怎么好吃。后来我自己种菜了，种出来的大白菜没有超市买的那么硕大，那么光鲜亮丽。不仅如此，还非常的爱招虫子。不过吃起来却是异常的鲜美，有点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多年的有机种植经验让我更加肯定，超市的高颜值的没虫眼的大白菜一定是用了无数农药和化肥的结果。大规模商业种植是一定会大量使用农药的，不可能像自家种菜那样物理防虫，或者使用成本极高的有机除虫剂。上市的白菜虽然符合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要做到绝对无残留，那是不可能的。另外，我其实对化肥并没有偏见，如果没有化肥，就不会有现如今粮食蔬菜极大丰富的人类社会，也养活不了这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但是化肥确确实实是影响白菜还有很多蔬菜的口感的。当我们挑剔到吃个大白菜都要看看是不是有机的，都能区分出不一样口感的时候，当我们为了能给自己和孩子们提供更健康美味的蔬菜，不计成本地进行有机种植，并为此挥汗如雨，付出巨大劳动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能过上如今的好生活呢？这当然与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过我想说的是，个人的发展永远都离不开时代的洪流。如果把我放回曾经的动荡年代，我还能不能健康地长大呢？或者如果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我会不会也在逃难的时候被海水无情地冲到滩头呢？幸运的是，我虽然出生在艰苦的年代，也曾经经历过艰难的岁月，却始终处在一个前进的社会周期中。我所经历的一切也都是逐渐向好的，明天比今天更好，明年比今年更有盼头，生活一直充满希望，甚至从没想过，也意识不到，如果有一天停下来会怎么样。疫情这3年，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会不会是人类社会由盛转衰的周期拐点。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是否能妥善应对，迅速地从衰败中走出来，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是未来5年，甚至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我多希望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多希望整个世界都能够快速恢复，重建经济和人心。但是能做到吗？纵观人类社会，由盛而衰，由衰转盛，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但这个周期要是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那可能就是一辈子。这些日子看世界杯，除了为梅西和阿根廷的夺冠感到开心外，最大的震撼莫过于在对阵英格兰奏国歌时，伊朗国家队拒绝了唱国歌，集体保持沉默。同时镜头还给了观众席上一位泪流满面的伊朗女性，
而就在半个月前，伊朗已经退役的足球天才，被誉为亚洲第一前锋的阿里代伊，也因为声援伊朗女性而被逮捕了。翻看伊朗的近代史，讲述的就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坦途上高歌猛进，却突然意外而又必然的中道崩殂的故事。就说女性权益这件事儿，今天伊朗的女性不仅在公开场合不能露出头发、手臂、腿部等大多数部位，甚至连足球比赛的观赛权都是3年前靠一个女孩在烈火中以死明志，以及国际社会的联合施压下才争取来的。而这也仅仅是所谓的观赛权，是受严密监视和限制的。可是这些权益，伊朗女性本来一度已经拥有了。如果倒回40多年前，伊朗女性的权益解放其实已经走在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前列，直到今天都很少有中东国家能够超越。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伊朗似乎都是对进步史观的一个反问和嘲讽。今天的伊朗告诉我们，日子不一定会一直好下去，有时历史会跟我们开个玩笑，有时是天灾犹如恐龙灭绝，没得选择，更多的则是人祸。历史会让每一个人在最关键的十字路口做出抉择，选对了继续前进，选错了倒退回去，毁掉几十上百年的发展，还有一代或者是几代人的一生。人并不总是清醒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清醒的。这世界永远都会有狂热的战争鼓吹者、极端主义者，或者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得深深的，对世间的疾苦视而不见，缺少最起码的良知和善意。有的是傻，有的是坏，还有的就纯粹是为了一己之私。即便时间已经进入现代，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常识性的必然的发展轨迹，比如发展、进步、开放、民主、自由，也并非是一个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择。已经启动的发展可能会突然停滞，已经走得很远的进步会突然倒退，已经开放的门可能重新关上，民主和自由的萌芽也可能被无情的践踏，沦为笑话。三体世界里的太阳明天不一定会升起，历史也并不会向人类承诺它一定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环境，也许就只是个偶然。所以，如果你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发展、进步、开放、民主、自由的春天里，你应该深感庆幸，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爱它、维护它，不要断送它。